因为我的肠胃非常好，这是当天早上的事情。当天早上你的肠胃非常好。对，因为我就是要排嘛，那一排的时候，后面有3、4个就是要进来上厕所。我说等一下，我紧张是因为我上了厕所冲不下去，然后我就排在他后面，对，然后他就突然开一个门缝说：“让我进来。”然后我就进去，哇！进去发现事情原来有这么大条，我就把袖子卷起来。他卷起来，在他还没发现的时候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我的独龙钻就进去，就直接伸到那个最底部，掏出一个缠着一个发圈的一个小小的卫生纸团。好险他肠胃是健康的，因为他碰到我的手之后弹开还是。天之后你还更爱他吗？就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到我对他的爱，虽然我们没有浪漫了，对，可能就只剩下爱吧。热恋期的人们总是爱得轰轰烈烈，而且奇怪的是，有些人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可是却依旧很相爱，甚至有生活中的小浪漫，是在演戏吗？还是真的呢？我是不相信是真的。你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。对啊。我说这种小惊喜，你是说月经吗？我现在正在，我现在是对哦，我说是这种，比如说热恋期中的这个小惊喜，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？其实我老公对我的都是那种，比如说我得流感的时候，对，然后照顾型的那种吗？他就会戴着口罩，然后进房间说 ：“baby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就是帮你的？”对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帮我加热水。”然后他就会然后他说 OK， 那我走了，就把门关到最紧，就他每次保护好自己。可是他就是会进来照顾我，我觉得这我已经很感动了，也是算蛮浪漫的吧？是算浪漫。我记得我之前有做过一个，是那个女生后来特别有跟我提及过的一个事情，是之前有一阵子我是在深圳工作，然后所以我知道我已经算好那个时间，我知道说当她生日的时候，我不会在她旁边，我那半年就把那个我们生活的那个点点滴滴记录下来，然后看完之后，她就觉得说，哦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旁边，所以你就特别把这些你要讲的话提前记录下来，然后她后来就很感动，就会跟她姐妹分享这件事情。这样算浪漫吧？好不吉利。算。还是业配。他有看到影片，他会是用2倍速在看。而且你的 link 是不是丢给很多人呢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是我们两个生活的小点滴，什么买个冰淇淋啊，干嘛那种小事情。还有哭吗？他哭啊，他的姐妹说：“你不要再传了啦，一直在哭。”其实很甜。你们觉得甜吗？其实蛮甜，生奶也会这么做。冰淇淋肯定甜的。不，你要看什么口味？你要看什么口味啊？有的不甜啊。不是因为像我现在，如果我老公献这个影片给我，我会觉得很烦。有话就当面讲，你那边拍这干嘛？哦，好啦，小时候的小浪漫啦。年轻人会觉得浪漫。对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还在相爱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对。小可。你问完我都觉得我在想说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。不要开心，不要不开心。所以跟神普。奇遇，你干嘛一个人坐在这边啊？超怪。你看不见吗？对，你看不见我的伴侣吗？而且好远，好远啊，好冷。对啊，而且你上完厕所卫生纸干嘛还缠在身上？有必要吗？夹住，很节省哎。我跟你一直不停的换一个来这是猜。什么啊？不是你整个人好不搭哦，跟这一集。因为而且大家都好牛仔哦，我穿的很像是个古装哎。小龙女之类的，是盘丝但洞。反正我要讲的是，所以你是要讲说你跟你男友还对挺相爱我跟我男友的，因为我男友是很浪漫，但我就是一个还好，但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。然后我们现在感情也是，每次他见到我，然后他都还每天早上都说你怎么那么瘦，好漂亮哦这样子。因为毕竟你男友没有在现场，我们就先让别人他有说啊，讲好不好？对不对，宝贝？好了，然后对比组就是已经毫无爱可言了嘛。军事化教育。又来了，又来。效率处理。一个口令的动作。可是我觉得你每次这样对他，若琪都非常嗨。我觉得小时候在其中，他有受虐体，被迫。对对，他现在没有我不行。他喜欢你凶他。你不飙他，他不开心。哎呦，
到标哦。一定要标。而且不是说闹，如果凶他一次要给他500，对，因为他就是之前太常这样子对我大小声，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入耳不入心的女孩子嘛，就是内心比较什么入耳不入心，就他对我这个谩骂，我觉得 OK， 就是但是他有时候越骂越气，他觉得我为什么无动于衷，然后有一天他就自己骂完，他就觉得他自己这样太过分，他怎么讲这么恶毒的话，他突然内心觉醒哦，他说：“宝贝，我跟你讲，我下次再对你大声一句，我就给你500这样。”他讲完这句500以后，开始噼啪狂骂。狂骂以后，我就上楼睡觉嘛，发现我床头有3000块，然后睡前他就跟我说，我觉得刚骂的好爽，就是因为他一次把他骂完了，对，我就赚了这3000块。因为是个等价交换的嘛。其实可是你还是没感觉，我是觉得他最近没有骂，就没有赚到那个钱，我觉得内心觉得有点不开他心。会最恶毒的话骂你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会有这种。再来，这里看。就是类似这种东西。我觉得很浪漫啊。那你就是也是受虐体质啊？什么？我说干嘛？是小流氓。但是嗓音有点好听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演戏，因为我老公不会这样啊。他如果他连这样，他连这种动作你教他做不出来，带有一点戏剧成分的东西他做不出来。我还没有揪着你领子，很刺激。韩竹间，你和同事一个人，韩竹就是没有爱了吗？我只是来凑人数的，其实我过得很浪漫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因为你男友还会喝醉的时候来接你什么的啊。哦，那真的是你们是酒。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讲话讲反了，组织错误。对，是你喝醉的时候，她男友会来接她。对，因为呢，我说，我被小 S 灌醉了，然后他才真的觉得紧张来接我，不然呢，是来追星的吧？不然其实他平常是一个他那天有没有跟我完全拍照，我都忘了。好像没有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男朋友其实是个不接送的人，然后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很揪心。是吗？我看过他就接送我2次哎，因为那都是因为我喝醉了才会来接送。可是你常常对啊。吗？对啊，没有，但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在乎接送的人，像比方说有时候我工作完，然后觉得很累，又是请他来接我，然后呢，他就会说，你的声音不需要再撒娇了。本身在撒娇，听得好累，听得很烦。太 over 了啦。好，来接我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把我当计程车司机是不是？这种计程车司机的事情不要叫我做，你不会自己坐车回来吗？然后我不死心，我还是跟他说，可是我今天大包小包我真的很重。然后再来他就会算钱给我听，他说，你知不知道我从现在开始踩油门1公里、2公里过去要花多少油钱，还要这样来来回回多少时间？那你知道你男友这不是这种人啊？他有这么咄咄逼人？有，其实你真的是他人很好啊。对啊，看起来人很好他要穿衬衫我也觉得看人你。是不是为了上这集然后乱编故事啊？对啊。对，不行，当然没有帮我评评理。一般正常人哪会说我现在踩油门油的人之后开始算，这不是正常人。我现在请他扣印进来，真的有，你知道听到人家算钱。服务，我没有这个服务。不是，真的很烦，还没关系，还有第3集，就是呢，他就说，你知道我这样踩油门过去要多少钱，什么什么的，你听到算钱就很不爽嘛。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讲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大包小包，我一定要你来接我，我真的好想要你来接好想我。揍你哦，但我没办法去接他。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好，我待会去接你，但是我到时候看到你如果没有背很多大包小包，没有很重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我想说，至于吗？我就是想，这个有到完蛋你就惨了的程度他吗？会怎样？他会怎样？他说你下次就不要再叫我来接你，就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肯来接。所以假故事讲的不是很顺哦。这方面有在卡词的。就接我，卡了，韩竹恩超卡词的。所以这是你今天唯一要讲的假故事，是不是？没有成功了，谢喽，林姐，好烦哦。我要比对啦，要比对浪漫才知道何谓不浪漫。我们因为你们先听听。结婚多久了？已经14年，快今年要第14年，小孩已经几个了？ 3个，哇有2、4、6年级，然后现在板子多恶心。板子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浪漫事迹。先看斌哥的好了。没有啊，斌哥是小可买车给你当礼物，是最近吗？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。可以这样。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都是在，因为小朋友现在还小吧，2、4、6年级，那其实都是需要接送的时候。那其实我们家那个时候就为了小朋友们就买了一台箱型车，然后我每次在开箱型车，在带小朋友上下课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全家人出去玩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出去办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
机场接送。我知道，对，就是那个心情，如果有你知道吗？带家人还好，但是一个人开厢型车很奇怪，很寂寞，就是前面自己在前面开车，然后后面都空空的这样子，就很宽敞这样子。那段时间就觉得说啊，看到朋友换车，就自己也很想换，但是又不敢开口跟他说，因为毕竟你知道家里的开销，有了小朋友之后，其实真的还蛮大的，所以就只能睡前的时候自己独自上那个汽车的网站，然后它不是可以选配吗？配什么颜色，然后内装要怎么弄，干嘛有的没的。是吉普车那一类的吗？对，就类似像那一种。然后我想说买大一点，然后家里人也可以坐，然后又可以满足我自己爱车的那种梦想。然后自己开也帅。对，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选配，然后就通常都在睡前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就在我去年生日的前1个月，他就突然跟我讲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那台厢型车我们也开了8、9年，也是该换了啦。那我们要不要换一台新车？”他就突然这样问我。我当然二话不说，好啊！我已经开一台车看很久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分享，然后说那这台车多少钱？我说大概400多块500吧。哇！对，然后他有吓到，然后我说对啊，就是因为贵嘛。就不要问。就是因为贵，所以我才不敢跟他开口，只敢这样滑这样。然后后来他就很豪迈的跟我讲，就走啊，那我们找一天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去试车。对，然后于是我们就2个人就开着厢型车，然后去试了那台吉普车这样。然后一坐上去之后，他也觉得很开心啊，什么各方面都很舒适啊。然后就在当下就直接就签了订单，然后车子到的那一天刚好就是我的生日。哇！然后他就说那这台车就是请差1点，就是去年的生日礼物这样子。哇！所以他该不会是连配备什么都是已经是你喜欢的吧？一模一样。哇！所以你是偷看内装跟颜色。你是偷看他的手机，知道他喜欢什么？就是他自己挑嘛。哦。现场选配。对，就是他刚好挑的全部都是一样，那就是一样。多少钱就一样，就这样。是他喜欢的车款，对，这个是浪漫的地方。对，就真的就是也，而且是真的是因为刚好他生日，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要送什么。那如果要送，不知道送什么，直接送车。生日每年会发生一次，因为这个已经累积很久，因为其实有一年也是送车。有一年送那个车，我真的是送到一个，我想说下次老娘再也不会上当了。然后去年又再度上当。之前那台车是什么 ？G 卡。哇！送过 G 卡，就是厢型车本人吗？那个是 G 卡。想象你们不就有 G 卡了吗？后来 G 卡因为 G 卡不是很高级吗？G 卡超爽的，一般人还买不到的那种。他说成默默的厢型车，但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G 卡翻山越岭。耳闻过 G 卡，对，但是因为 G 卡，所以你现在到底这台是什么？这台是 Defender 啦。但是他说厢型车不是 G 卡，他说厢型车不是 G 卡，但是 G 卡是因为后来我觉得你还有在买 G 卡？对，后就是之前的应该2、3年前的生日礼物吧，对。哇 G 卡，先 G 卡，然后厢型车是我被我超。我女朋友跳个 Queen 卡，我就觉得谢谢，你是有 G 卡。Oh my god！ 我超多朋友都会说我疯了，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用在家庭上面。我们平常小的纪念日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小的纪念日还要送东西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2个很注重仪式感这种东西。我啦，像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6月18，每个月的18号我都会尽量的抽空出来。像比如说可能2个都不要接通告啊，然后2个人出去约会。那其实有了小朋友之后呢，其实就不大会有这样的时间跟空档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挪出时间来，像比如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去吃个饭。或者是一过12点，然后我就会转过头去跟他说：“老婆，18号快乐。”然后就会很开心。然后我就会说：“被你抢先。”我也会等，我想吐，我们真的会等23点59分，一直在那边倒数，假装滑手机在那边倒数这样。然后你会很气，这个岳母不是先抢先，好可爱。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出去，我宁愿骂我宁愿骂我。然后是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吃饭的时候，拍一个照啊，拍一个合照，然后我就会习惯性的在社群上面像写日记这样，我就会发文，然后再 hashtag 一个 Happy 18这样的。所以你只要搜寻那个 Happy 18，不喜欢，就全部都是我们2个的照片这样。我要的是我老公说你
觉得18号有什么特别？你期待什么性啊？我就说，哎呦，没有啦。你们体质也太……他就 hashtag 我什么 happy， 我真的恶心。我觉得是跟大家看他的样子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喜欢恶心的人，我觉得他是，就是他在私底下他比较会这样，就像18号这件事情是他规定的，就是他觉得我们不要去记住结婚纪念日，应该要每个月都要一直提醒彼此要回到当下那个感觉。而且他是一个很喜欢肢体接触的人，动不动就牵手，然后动不动就会想要就是这样，像我们摸腿吗？他会想要放在这边，不会来回射啦，但是他就是想要碰着。然后像前一阵子就是地震不是很频繁嘛，有一天晚上你们弄的是不是？有那么大力？有那么大力？然后我就晚上睡不着，然后他又睡着了，就我想说碰肢体接触真的比较安心嘛。然后我就手就扶着他的背，我就睡着哎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呦，我真的睡着了。安全感。我有很多的奇怪的东西，其实他可能不太会知道，就是有时候可能真的睡不着，我就会跑到他旁边去闻他耳洞的味道，耳际后面的味道。对，我也会。心里面的。这样小姐妹在闻我耳洞，你会不会也睡得着？我可以吃安眠药，就是会不会是一个失败了，你还在失败吗？想补回来，对，这个补的也不对。我觉得会常常会有肢体接触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其实都还蛮低调的，然后都没有公开这样，不敢公开，所以就很多事情都是一直。所以你们从来没有在外面手牵手散步过吗？以前没有，以前就是都要前后走。而且有一次我就是过马路。然后我看到他的背影，我就在后面哭。哎呦，是那时候还不能公开恋情的时候。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好很委屈，好卑微哦，就是这段感情怎么可以？因为他那时候是偶像团体嘛。对，就是他想要保护这个感情，可是我就觉得他居然需要这种方式来保护。对，那时候看电影都是一前一后进去，对，然后在位置上见那一种。像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去巴厘岛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带他出国，就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，那想说好，那我一定要肆无忌惮的好好谈一场恋爱，这样跟平常人一样，然后就找了一个 villa， 然后订好了之后，然后跟里面饭店人讲说，哦，其实是我们的 honeymoon， 这样我们要来度蜜月。隔一天早上，我摸床边，哎，怎么没有人？然后眼睛打开来，然后就看到游泳池旁边，他就蹲在旁边。我想说，哎，你蹲在旁边干嘛？然后我就起来之后起身，然后走到他旁边去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是把一早落地的那些鸡蛋花，他把它收集起来。然后之后把它一个一个排出一个 BEN 的字样，然后在旁边这样子，因为他觉得说这趟出来我那么费尽心思让他开心，他也觉得他要做一些什么来反馈给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不要吃太多吧。我看到那种画面我就很感动，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为我这样做过，就是起一个大早，然后把落地的那些鸡蛋花全部收集起来，然后就排在旁边排一个 BEN。烦了，这种人真的烦了。那我就在后面就偷偷拿手机就拍照，然后就拍照下来，然后把它变成桌布这样。是遇到了嘛，就是刚好一个杯子一个盖子。我们要换一组了。我刚才就没办法忍受这种太恶了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了。终于这5个能超越这个浪漫程度吗？因为泽火他是一般的那个上班族，他应该不会这么恶心。对，很正常。对，我们的像这种恶心的，我们比较不敢碰，因为好，快让我来一下。我们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生活上的浪漫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浪漫就是可能比较容易走得久一点点，因为很多人生日是每年生日给惊喜，可是我觉得他是那种。就是平常的生日可能就只是他有可能跟我说他生日快乐啊，可能一样12点一到就跟我说生日快乐。可是呢，他就是可能每2、3年会突然来一个浪漫一点点的。像之前我有来介绍过，他就是在台南就布置了整间房间全部都气球，一开门就是哇，就是有吓到这样子。然后像今年他也是，他就是还假装跟我说，我带你去吃个东西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到我们平常会去吃烧肉店的地方。他说不错吧，没有小孩吃烧肉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，也不错，因为这就是他平常的
浪漫嘛，就是生活店好像改变了一点点，因为没有小孩了，我也觉得还 OK。但是快走到烧肉店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不然那去那边看一下好了，那边就开什么店什么之类。结果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家餐厅，然后也一进去一样就是气球。然后就是气球，可是就是他以原来你是除了气球想不出别的东西他哦。有合作过了，想说也蛮放松。有认识的厂商，对，就会帮忙商业对，长期服务。你这个就太 no 了，气球只能用一次他了。们因为他的生日也是他们提醒我说，哎，今年气球怎么样？提醒我说，他可以帮我准备。客户啊，时间快到了哦，是不是要准备什么呢？所以你不愿意再去找新的客户，因为已经合作久了，其实也蛮信任他们。可是每一次气球你就只能是一样的布置啊。每一年会没有会不一样。今年气球是那种大气球，里面还有那种小气球，然后是花的这样子。以前的气球是以前气球是布置的，就是可以飞到天上那种比较 low 一点的，就是那种派对的，对，就掉一根线下来的那种。所以你这一生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气球，新款的气球，最新，还有戳不破的气球，可以烧的气球。他也是有准备蛋糕啦，然后蛋糕也就是那种很浮夸，就是那种花羽毛啊上面那种。对啊，就是用的，我就觉得至少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心的。然后他在生活上也是会有一些比较。那一天他会不会讲比较多甜言蜜语？他其实平常就很会讲那种，他是会讲甜言蜜语的人吗？会，而且他很恶心，就是像我们昨天前天吧，睡觉睡到一半，然后呢，我都听了觉得自己觉得有点恶心，我睡到一半，他突然转过来，他就这样亲我，哎，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因为我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突然有人亲我，我就张开眼睛，我说你很恶哎，因为什么很恶？你在讲什么？对，我在害羞。我听不懂哎，并不知情，只亲他，因为他想到我没有亲着。睡到一半亲一下，怎么了？所以觉得你是看着他的那个睡着的脸，觉得太可爱了。对，我看他看了好久，然后觉得，因为他那时候决定要这么做，嘴巴已经微张了，就很放松了，就是那个嘴唇可以偷吃一口这样子，我觉得臭吃一口，就觉得很。对，然后所以他就是在你眼中还是很漂亮、很美。对，就是他这样静静的睡着，然后又睡到你很难想象哎，就是身边有一个睡这么安稳的一个人，然后这么安，两个人都安心在睡觉。对啊，所以真的只有亲一下就没了。没有，他先亲我一下，然后因为我就是觉得，因为我那时候太想睡，然后我又觉得突然这样子是觉得有点那种，哎呦，就好刺激，压起来，不是也没有压起来，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，这也有点害羞，然后就说你干嘛啊？然后他就说没有想亲你不行吗？然后我就说，后来我就严格规定他说你回去，然后他就一直在挪过来嘛，我就说他就是想要跟你怎么样啊？但我就规定他，我就说你现在只能躺在你的枕头上，你不能靠过来，你只能躺在你的枕头上哦。然后他突然躺一躺，他突然用他的手指这样，然后又还碰我的嘴唇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！明明就你看，明明就成这样，对呀，是乱跳的。你看看你的脚，都踢了呢。脚和好，脚和好。所以导致我后来我真的是棉被盖在这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一直说，你干嘛不让他亲啊？翻就好了。就需要有一点这样子，你有时候他追你，你应该也会要跑一下啊。这么好啊？我走不远。但若琪平常生男会突然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揪你吗？不会，他只会叫我离他远一点。那个肢体接触，我们没有，no kiss 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花费心思哎，就像比如说他很喜欢看电视嘛，然后我会在我们的电视前面铺一个瑜伽垫，我就买那种很性感的瑜伽服这样，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做那个猫式嘛，我说老公就很性感，很性感，我讲老公，然后我老公看我干嘛？你挡到我电视了，滚去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做什么阿公。我的原文是，然后是这种猫女的猫式。那个猫式不行，要猫你啊。你说这是猫式吗？好凶的！我当下是一个生气的谐音双关梗。对，他说我的底线就是不要挡到我的视线。对。他说我挡到他视线。而且我们在床上的情况是反过来的，就是他会偷亲你是？我没什么表情，可是我睡着是很可爱的那种。违章吗？违章吗？白白净净的，然后嘴唇又厚厚的。长相，你不会因为睡觉而变得可爱。而且你
看，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，我手会就是有点屁啊！就是白白净净的，手会放在这边。对，就是我喜欢就是闻自己手的味道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而且还是深达的脸呢，所以是手可爱，就很甜，很甜。然后我就梦到说我在水族馆逛一逛，怎么奇怪，这个水族箱怎么感觉里面不知道什么，突然哇一只八爪章鱼吸过来，哎呦，下一秒若琪他一样，他想要就是偷尝一口，他就是偷尝一口，他又狂吸，他就是吸，可是他的上唇又撅很高，然后就连我鼻子一起吸，就这样包。心太大坨，对，对，那一瞬间我就差点嗝屁在水族馆，自洗是的。然后因为我当时觉得他真的好可爱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因为他睡着的时候真的，因为他嘴巴是属于那种章鱼，嘴巴这样啾啾的，而且他手真的这样子，他手会这样子，对他只要睡着会这样啊。如果他比较到7月的时候，他会变成这样睡，就是会比较像是那种这样，就是比较有正气的这种。对，这样。7月要去旅馆的时候，遇鬼，对，住到边间我都是这样子，然后觉得在旁边很安全，对，阴气十足。换德普了，好，苏玉怎么让对于你开始也表演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，是我印象很深刻，没有在板子上面。哎呦，对，就是因为那天在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是浪漫在生活细节里面。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，是我们一起去露营区，然后露营区是有一个滑草的地方。对，然后那个滑草的地方很长，大概有3、4层楼那么长。然后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会害怕滑草。然后他就说你去，因为我那时候也刚认识，为了表现男子气概，我就上去滑。然后他就有那个滑草皮的那个板子，结果想说啊，这个3、4层楼又有坡，应该还好。就滑下去之后有点失速，就是那很快，我表情已经微就已经哇，然后已经叫出来了，整个园区都有声音。我正在帮他录影，因为我想说记录他就是原本不敢，然后想要滑草，就帮他录着。对，就他录一录，他在镜头里面看到我的表情已经。就是失去血色了，他就是镜头一丢，他冲过来要抱你吗？对，就是要抱住我，要挡住我。就当下我直接从他整个人身上飞过去，踹过去。你们就一起滚哦。对，我们2个就像抱着这样，像那个无敌风火轮一样这样，前后就滚下草地。那个影片是这样，那影片是刚才这样的时候，那个手机就这样，因为飞出去。我不知道，我当下是直觉，我就拿着相机，然后突然发现他不对的时候，我是整个人像是。飞过去，然后就直接往他身上，就是降低他的速度，是直接趴在他身上。但是他是踹下来的，所以我们2个是降下去。结果快滚了多久？滚了很头，差个10几公尺。可是我们后来是边滚边笑，对，这么快，因为就觉得怎么会有受伤吗？那很危险。他那天整个衣服是破掉，被我扯破，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竟然有女生来救男生。哎呦！而且他当下我看得出来，他那一瞬间是直接就是，相机手机直接丢了，手机是直接丢了，所以那坏了吧？没有，可是那影片就蛮精彩的，那影片就是啪啪啪砰砰砰，然后就哈哈哈哈，就是那个，就只剩一些笑声，只剩我们最后的2个人的笑声这样的，然后是放着看着天空的那种，那个机器是这样看着天空，好像是演电影一样这样。天空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浪漫的，他有救过我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穿那个比基尼，就是真的，就是想杀他很多次。不是，因为那一次我们就是穿比基尼，就是在那个兰屿的那种它不是沙滩，它是那种礁岩。啊，兰屿那一次很感动哎。对，那这个真的很感动，要感动哦，是不是？对，跳一下。来，我老公就跟我说，你看那些真的在潜水，你都穿胶鞋。然后要穿那些潜水衣，你穿比基尼、穿拖鞋，你是没办法下去游。我说我可以，但是我只想去拍个照。对。可是我走过去，我就开始要往里面走嘛。然后我老公就尾随着，他说你不要去，太危险。那他又跟着我，因为他帮我拍嘛。然后我就下水开始游，哎，不太对劲哦，因为那个浪突然一打回来，对不对？我很紧张，因为后面是礁岩，我才刚走没多久，后面是礁岩。突然后面有人抱住我，他一抱住我，然后回到饭店，我想说老公你还好吗？因为你知道他上厕所。马桶上面是血，我以为怎么说，老公你是痔疮吗还是什么？他说我一开始以为是痔疮，对，然后会发现他屁股破一个洞，因为他为了抱住我，他后面坐到那个礁岩，屁股破一个洞，对，他这个真的很感人，真的是珊瑚礁哦，而且我当下就只穿一个海滩裤，是，然后他就是被浪打回来瞬间是，然后我的相机也是往后面一丢，就是抓有偷到，这个有偷到，抓住，然后就屁股就这样。大笑吗？
就直接坐在那个。你有笑吗？大笑吗？有看着天空大笑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大笑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很痛，因为真的是椒盐。手机有拿回来吗？就是我后来就侧录到一些对着天空，然后哈哈哈的。真的，那是因为你捡到苏雨的手机，我屁股就去打破伤风跟那个当地的部位，真的，因为他开了一小条。对，真的假的啦？他真的那被椒盐戳到很超痛的，而且他那天还做了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兰屿嘛，我们是包栋，然后包栋，因为我们6个人要住一个就是民宿，但是因为我的肠胃非常好，因为这是当天早上的事情。当天早上你的肠胃非常好，对，因为我就是要排嘛，那一排的时候后面有3、4个就是要进来上厕所，我说等一下，我紧张是因为我上了厕所冲不下去，然后我就排在他后面，对，然后他就突然开一个门缝说：“让我进来。”然后我就进去，哇！吓一跳！一进去发现事情原来有这么大条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事情真的大条了，大条。当下可怕，就是它上面就贴得很清楚，请勿放一些杂物什么东西。但当下没什么杂物，对，一看都是排泄物而已，但是冲不下去，对，而且即将满缸，下不去，我很紧张，而且是扎实的3条，3条厚的那种厚实的。当下怎么解决可怕？对，夹断，你知道没有？我就把袖子卷起来，他卷起来，不可能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然后呢？你开始在暖身暖那手桶需要卷袖子吧？在他还没发现的时候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我的独龙钻进去，就直接伸到那个最底部，掏出一个缠着一个发圈的一一个小小的卫生纸团。哦，你看到有东西堵住了是不是？我没看到，我原本是要先嘎碎那些东西，但是我没有嘎，我是你想要把它的大便弄碎。对，我想说是不是太大条这样？没有工具吗？你非得用手吗？现场没有任何工具，没有工具。然后后面人也没有卫生纸吗？后面人一直说好了没，好了没，好了没。然后又上面飘了一些卫生纸，就知道卫生纸不可能帮这件事情做更好的处理。对，只有我的手。哇，好危险！拿出那个东西之后，马桶就冲了下去了。对，但是你还是摸到他的大便了。好险，他肠胃是健康的，因为他碰到我的手之后弹开还是。他会飘，还是很扎实的离开。他替我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，最后一丝尊严。很扎实，这够意思哦。我觉得很浪漫。然后晚上我屁股就开花了。他晚上屁股又开花，同一天，是同一天。然后你那天跟他分手，然后屁股有个洞。你走菊花节啦，菊花上。想跟他菊花这么紧张。一天之后，你还更爱他吗？就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到我对他的爱，虽然我们没有浪漫了，对，可能就只剩下爱吧。干嘛看镜头讲你在用特写，你在找谁？不会送给你，在找谁？跳来跳去，我就对了。坐在后面搞得跟学者一样。我们要给他一个最莫名其妙的镜头，就是你看着镜头，然后其实是拍你后脑勺。镜到后面就是大象，对，我让你得手。又拉背，镜到大象，又拉背。打猫，他刚刚要干嘛？他在找什么？应该有后脑勺的吧？可以掉出来吧？有吗？他后面没有机器，刚难得帅气吧？救一下。真我还没，真我还有什么浪费事？干嘛听了一个大便故事都忘了？没有，其实苏雨他，我们平常会，其实我们平常生日过节，其实我们比较少会送物质上面的礼物啦。我们都是安排出去玩。那基本上就是我订机票，他会安排行程。所以我只是拎着皮箱就出门，我只知道目的地在哪里，但我不知道中间这个国家要干嘛。有一次我们要去酒厂。哦，因为他一直就是喜欢品酒嘛，所以他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就一直念都是什么日本有一个什么酒啊，他就是很想。你是爱喝酒的人吗？会稍微喝一点，对，就是品酒。梦想中想要去那个酒厂看看，然后就去那个酒厂，因为那个酒厂通常都是在郊区啊，所以附近都没东西。他就是说他可以跟我去，因为我们下午还有别的行程。我说那你这样去会很无聊。他说没关系，他会再找事情做。就去到那边发现只有我能进去，他们都没有。因为那个是预约制的。对，然后小朋友未满18岁的是不太能进去。哇！他说那没关系，他在门口等我。我说那你这样压力很大。对，我就进去，其实压力很大，就想说哇，这也太那个
就觉得他感觉很自私，对，就觉得很自私。后来好险，还是那门口人还是有没有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是已经有想好，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那个酒厂其实是一个人进去的话，他是会有那种买限量酒。就一个人只能买一个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有查资料，好像有人就是因为带了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去那边，然后进不去，所以那个人那边的人就通融让他们进去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说不定可以帮老公就是用这一招，又用这个，所以后来他进去以后，我就带着小孩在那边这样站着，然后小朋友就在那边说爸爸去哪什么，然后我就在看着那个柜台人员就说没关系，我们走。然后就拉着我的小孩这样，然后他就这样看跟着我，我还看眼神故意就停留在他身上，就不走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没走，我们走。然后小朋友其实已经要走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这样子，稍微这样拉一下这样子。柜台人就说，不然一起进去，就是过来，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了。所以那一天就因此而帮他得到了更多的限量酒。哇！对，其实我你还上网找了这个故事。对，其实我是有预谋的，就是讲其实有计划过的这样。但他不知道，他就只有说，这太贴心了吧？你一定要来吗？你们去做一些事情啊。可是我就觉得他的梦想，我想要帮他记录他进去的那个样子嘛。你们的婚姻哲普到底做了什么？有啦，他也是有一些偷亲他，偷亲我啦。他也有气球场上，气球派对，他也会那种突然小恶心，就是例如说，因为像我也不要这样嘛。而且有时候真的会导致于害身边的朋友吵架，因为他就会我们例如说几对夫妻出去玩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突然，例如我嘴巴有东西，然后他就突然说。然后就在所有朋友面前，然后就会做那种很多很恶心的事情，然后导致于我另外对面的朋友就会跟她老公说，为什么人家都会你都不会？然后就开始，然后就导致于他们吵起来，然后他就只是用手指帮你擦掉，没有，他就很多这种故意在别人面前，然后做很多那种很恶心的动作，然后我都会一直笑，但是他就会喜欢这样逗我这样子。然后就会导致害别人吵。所以除了帮你把食物弄掉，他还会干嘛？其实我平常很关心他，对啊。这么关心？比如说担心你们冷不冷啊，所以我慰问的时间算蛮频繁。被这样问真的蛮贴心的。对啊，因为阿贝应该完全不在乎小可冷不冷吧？没有，我要讲，我老公其实是一个他真的很不认输哎。他都居卡又敌人的。其实我们结婚没办法赢了啦。然后是真的在当初大家全部人都不看好的状况之下，我决定要嫁给这个人。但至今我真的觉得好险，他当初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说我要，就我愿意。因为我要讲哦，他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我嫁对男人的原因，是因为在生小孩子的过程，每一次产检。他会排除万难跟我一起去，然后生3个小孩的过程，是应该的吗？对，可是很多男生是因为我老公也是每次都陪我，因为生3个，所以到后来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不会，我老公也是都陪我。你也不想说啊？也不想说啊？然后也不是浪漫挂的，可是这不是很基本？还有就是他哲普也都到吗？他在月子中心，我老公陪我住满30天呢，他也是，而且一起胖。然后他坚持就是3次生产，因为我自然产，然后他一定要进去里面。我老公也是啊。然后最后，你不想说，你讲一个故事不够长。我要讲就是就停在 G 卡。现在到现在为止，我身边就是所有的男生都听过都外遇了，就是他没外遇。没有啊，都听过 Ben 跟他们分享，就是老婆生产的过程。然后男人就会 men's talk 嘛，然后他们都听过他讲，就是女人为了自己的老公，这个他是用一命搏一命生出来的。然后不是我要闹场，但是我老公也常跟他朋友讲嘛，然后我老婆最好，我真的很爱她什么的，但他会就是他会讲一讲，就会在他的兄弟面前哭那就太 over 恶心。没有说你讲的太投入的时候，就真的会回想到当时那个情况，他是怎么样用力在叫，然后真的是一命搏一命。而且最后一胎生他哭是因为想到energy， 不是。然后第3胎的时候还没付出，时间轴不对，他有预知能力，
他想到 maybe 他们会复出。第3胎在阵痛的时候，因为到我自然产，所以到后第3胎是更痛，更加速的痛，打了止痛都没有用。你到底想怎样？然后他就会抱着我说：“老婆，生完这不要再生了，我舍不得你那么痛。”就是这个拥抱让我会觉得，其实真的很痛。可是因为他都在，所以我知道很痛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在。好，可以。你的，因为我觉得维持一段婚姻很不容易，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见习啦。但我觉得我男友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，然后但是我就是那种浪漫白痴。虽然我不是很浪漫，我也不爱放闪，但是维持2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很先爱自己，然后照顾自己，你才能够爱对方。就是状态要好嘛。对，像我觉得像我们工作的状态是，有时候早上出外景，晚上录影，然后熬夜要准备隔天的东西，我的状态就是。真的有时候会很差，我男友就不是很常就称赞我嘛，就说哇你不上妆也很漂亮，气色很好。然后有一阵子真的状态很差，我男友就是看到我就说怎么气色那么差，然后我看到镜子我会觉得哇，就是这个妆盖都盖不住的那种感觉，哎呦浮浮的啦。对，然后状态很差，我就想说哇。胶原蛋白真的随着年纪流失了，然后以前那种少女感啊、苹果光啊，就回不来了。虽然我是很努力在保养啊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少了由内而外的保养，我都要奔4了，真的有差哎，真的。我真的是以为你是30岁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内而外的保养，然后就是胶原蛋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胶原蛋白我吃过粉的，吃过锭的很多，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用喝的。我今天就要介绍一款喝不腻、CP 值超高，而且很有感的胶原蛋白饮来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就是我维持美丽状态的秘密1XX美颜饮。哎呦，就这样1小包就可以吗？没错，它的分量很足哎，对，你很多，很多。说实在的，大家20岁的时候，哪个不是胶原蛋白很饱满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年会以1%的速度来做递减，很残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就开始觉得脸不再那么丰润，就有点苦命、没有元气的感觉。所以我要跟所有在镜头前面的年轻美眉，还有年轻美眉讲，在青春的时候就要好好补充胶原蛋白，你才可以 keep 住。然后像我们就可以保持在青春的状态，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。请问一下，这么多胶原蛋白，为什么只选择这个？你看它小小一包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呢有3000毫克的日本专利生态级胶原蛋白。那这个呢是符合我们人体每天的建议摄取的分量，加上它分子很小，所以吸收非常有感。那大家在摄取胶原蛋白的时候，其实都忘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你同时一定要摄取维生素 C， 很重要，因为维生素 C 就是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关键。那这个呢有日本专利的荔枝精粹，里面就含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可以抗氧化所以呢是欧巴桑的这些形容跟我们就完全没关系嘛，看起来丰润很有元气，不只是你那在情侣当中可以促进很好甜蜜关系、人际关系、生活、工作都超级有助力的，对不对？是。里面呢还有日本专利的水解蚕丝蛋白，加上玻尿酸钠，比一般的玻尿酸更好吸收，可以跟胶原蛋白完美搭配。双重滋润因子，让你自带女神光，留住青春美丽。就是晚上在洗澡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哇，皮肤很贵哦。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真的有那种好好爱自己、很感动的感觉耶，很感动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心灵很满足。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我值得被爱。大家赶快喝喝看。我真的觉得这样近距离看其实不是他的脸蓬而已，你是他整个身体的。很光滑，超光滑。他的肩膀跟膝盖在发光，真的是水当当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它喝起来是那个水蜜桃口味，所以是女生会很喜欢的味道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喝胶原蛋白饮就会有一种太稀的感觉，水感很重。可是它呢，其实是在于果冻跟果汁之间，是不是很好喝？完全没有腥味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一包是不到30卡，这么低，所以完全没有负担。那你可以根据你基本的需要，然后喝一包。
像我这样喜欢加强，就喝2包，身体就没有负担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啊，嘴巴有点嘴馋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加进气泡水，然后这样加气泡酸酸甜甜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就觉得很舒压哎。然后最近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呢是最新的包装，粉粉的、热腾腾的，第一手刚拿到的哦。然后我上次逛美式卖场的时候，就有看到这新包装，就觉得超级疗愈。然后上次逛美式卖场还帮大家精算了一下，我发现真的是非常划算，因为胶原蛋白饮这种东西就是要常而且持续的要补充。那持续补充是不是很伤荷包？对。但是呢，这个是超划算，所以即使你天天补充，然后呢也不会觉得啊荷包很伤。而且这个小小一包呢，就可以放在包包里，超级好携带，超级有感 ，CP 值超高，而且超好携带的伊卡卡美颜饮，推荐给所有爱美的大家。现在状态很棒。对啦，哎呦，今天其实听了蛮多这个浪漫小故事的。其实你觉得谁最浪漫？如果要认真讲的话，因为我其实很注重生活细节，因为相处久你都会忘记对方，所以我其实也很想得到一台 G 卡。原来是钱的关系。不是啦，是记得对方的喜好，然后尊重对方的选择。这件事情是会忘记。你曾经说过你喜欢哪一个公仔，然后突然在你生日的时候，那个公仔就出现了。有，我有收过。你妈送的吗？没有，当时的那个对象。好，但是我要讲，我今天整场听下来，我觉得最浪漫的，其实我觉得是那个甄达跟若曦。哇塞，你反而觉得是他们？我笑到这么烂，因为我也是有点被虐狂。纯粹想被骂，而且我想演戏。我老公跟我演戏，这样很好玩呐，很浪漫。他们在那送车什么的。然后一直你知道我最怕气球，我如果打开，然后看到气球，我就会说 baby 你还不知道我怕气球，所以气球选错厂商，选错厂商，换花的。太微讨厌。丁哥，刚才唱歌 ，Oh my god 是最烂，谢谢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